不晓得您是否看过前阵子评价很两极的美国影集《Emily in Paris》？不管您是否喜欢，但不可否认，这让浪漫的巴黎再次掀起了流行。想必点进来的您，对于浪漫的法国人如何在浪漫的巴黎来场浪漫的约会，充满好奇。先给您一点时间准备好今天这集就要和您公开道地法国人在巴黎的约会行程，包含我和于先生都很爱的餐厅，让您和心仪的他也能一起体验巴黎人的浪漫。Salut， c'est Cynthia大鸟。若您第一次点进来，这个频道主要是由居家隔离超过6个月、法式生活迈入第5年的台湾穷书生和法国的2、3世。若您对这类主题有兴趣，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您每周就不会错过新影片。让我们开始吧。先声明，因为没有和下述将提供的餐厅有任何商业合作，所以不会到现场拍摄，将以口述的方式公开，主要提供给低预算的小资族群一个经济实惠的白天约会行程。当然，若您愿意拉高预算，也是有其他行程可供您选择。当您和之前提及的交友软体上新认识有好感的对象约好出来见面，顺便当第一次彼此的约会，这时您在赴约前可以选择较轻便的服装，像是 T 恤搭配牛仔裤。再来，虽然约会迟到15分钟内是可被接受的，不过还是建议您提早出门。若是在路上遇到任何不可抗力的因素而将导致迟到时，建议您知会对方一声，免得您约会对象空等。建议您约在午餐时段，并和对方约在巴黎市中心的 Saint-Michel-Notre-Dame 站见面。那区域不仅有观光客最爱去朝圣的圣母院 Notre Dame 和莎士比亚书店，还有不少二手书店可以挖宝。当然，最重要的是，那边有提供许多价格低廉的餐厅可供选择，像是土耳其知名的美食沙威玛 Kebab 和一般餐厅动辄10欧元起跳的餐点来比，只要半价即可享用。而我和于先生最爱也是第一次约会的餐厅，就选在 Crêperie Géniale， 外带甜和咸的可丽饼 Crêpe， 还有多样口味的帕尼尼 Panini。所有含饮料的套餐都是铜板价，最便宜只要3欧元。但因为店内的可丽饼都是现点现做，需要您耐心等待。若您选择内用，则可到餐厅楼上的座位区等待电子版叫号，但我个人会建议您外带，因为巴黎的约会行程重点在带着外带的餐点，在塞纳河 La Seine 河畔旁边吃边聊天才是精髓。若您曾经搭过塞纳河 La Seine 上的游船，那您一定看过河畔旁满满的人潮，其中出来约会的情侣档不在少数。尤其巴黎在7、8月份的夏季，有举办巴黎海滩 Paris Plage 活动之一，就是在塞纳河 La Seine 河畔旁建造人工沙滩，供暑期无法离开市区到外面度假的巴黎人一个可放松休闲的空间。最后，当您和约会对象吃饱喝足，也畅快地聊完天，可以从塞纳河 La Seine 河畔旁漫步到市区逛逛，再道别，或是一路约会到晚上，再吃个晚餐也可以。通常结束约会后，若有联系，表示对方仍互有好感，先恭喜您可以朝下次的约会迈进。若刚好聊天后觉得彼此可能不是那么来电，也请别介意或是检讨自己，可以将这次约会当作一个经验，告诉自己下个会更好，至少双方都有体会到巴黎人约会的行程精华。说到这里，您是否心动？但请别马上行动，还是建议您在疫情期间减少人与人的连结，保护好自己和他人。但我还是在这边再重述一次，本集重点有6。第一，
简单服装搭配附约，可穿着的 T 恤和牛仔裤是经典款。第二，提早出门，尽量不迟到超过15分钟。第三，见面地点可约在 Saint-Michel-Notre Dame 站。第四，选择外带餐点，推荐可丽饼、汉尼尼和沙威玛。第五，顺着斜坡往下，走到塞纳河 La Seine 河畔旁用餐聊天。第六，若约会后双方仍持续联系，先恭喜您约会成功，可以开始为下次做准备。最后偷偷告诉您，若法式可丽饼让您印象深刻，也想尝试其他经典的法式甜点的话，敬请期待之后的影片内容。为避免有商业合作嫌疑，不会将上述所提及所有商店的任何连结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中，请见谅。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若你喜欢这集的内容，欢迎按赞、分享。若你有任何疑问、心得或建议，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回见，Salut。